祭天的队伍即将要过桥，但新建的石桥中间却有个大窟窿，预先打磨好的石头怎么也塞不进窟窿里。眼看队伍马上就要过桥了，老方士命令众人赶紧先铺上一块木板应急。可工程师却表示必须得用石头堵住，否则那么多人走过桥肯定会被压塌的，耽误了祭天谁也承担不起啊！眼瞅祭天的队伍越靠越近，众人急得焦头烂额。见此情景，工程师急忙命令石匠根据缺口的形状临时打磨石块，可无论怎么打磨，石头就是不符合窟窿的形状。此时一旁的一位姑娘看着缺口的形状，立马就想到了前几天有个老头送给了她一块石头，看上去都和缺口的形状大小差不多。时间紧迫，母女二人急忙回家将那块石头抬来。工程师看见那块石头后都傻眼了，无论是形状还是尺寸，石头都与缺口完美契合，好像是专门量身打造的一样，放进去居然丝毫不差。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人提前算好缺口的尺寸呢？姑娘表示送她石块的老头叫于日，工程师在手上写上2字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姑娘口中的老头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鲁班师傅吗？原来鲁班大师途经四川，看到工人们在造桥，他一眼就看出这里的师傅并不专业。石匠们指出图纸上的不妥之处，可工程师碍于面子，并不承认自己所绘的图纸有问题，让石匠尽管按照上面的尺寸制作。等石匠将石块敲碎以后，工程师却又跑过来指责石匠把石块劈得太小了，好好的一块石板算是废了，骂他实在是太粗心了。工匠们连忙解释说，这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劈小的呀，一时间怼得工程师哑口无言。可为了面子，他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。随后魏方士来到了工程现场，他通知工程师一定要赶在祭天大典之前完工。工程师跟他打包票，肯定能赶在初一之前竣工，确保祭天的队伍能够顺利过桥。鲁班大师来到酒馆外面歇息，听到工匠们在吐槽工程师，心里没数，就算大桥最后建好了也得塌。鲁班一听，这还得了，他急忙找到工程师，表示自己要来工地搬砖。工程师并不知道他是鲁班，只嫌弃他年纪大不肯要。在鲁班的软磨硬泡下，工程师最终还是留下了他，并向工人们介绍他这个新人。鲁班谎称自己名叫于日，工人们见他年纪大都不想带他，工程师只好让他自己找点活干。第二天，鲁班就坐在一边打磨着昨天石匠批废的那块石料。工人们见状都调侃他，这是在给工程师打石凳子坐吧。就这么持续过了2天，鲁班一直在打磨同一块石头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在磨洋工，于是就去找工程师打小报告。工程师赶紧过来查看，随后对着鲁班就是一顿冷嘲热讽：“你这是给姜太公打的石凳吧？可真是个四不像啊！”鲁班听后并没有辩解，他表示自己在工地这2天他不要工钱，只希望能把这块你们不用的石头带走。工程师表示只要你搬得动，那就拿走吧。没想到鲁班虽然年纪大，但身子骨还挺硬朗，论力气丝毫不输年轻人，十分轻松的就将那块石头给搬走了，剩下一群人摸不着头脑。随后他来到酒馆外面继续打磨那块石头，经过一番敲敲打打，鲁班终于完工。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尽，好心的酒馆母女为他拿了馒头充饥，鲁班感激不尽。为了报答他们，他就把石头送给了姑娘，并提醒她要好好保留，没准以后能换嫁妆。原来姑娘与隔壁村的小伙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可是嫁妆一直都没有着落。鲁班其实已经替她安排好了一切，可此时的母女俩不明所以。姑娘直言，这可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啊，真是个古怪的老头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鲁班的话很快就应验了。时间来到了初一这天，工程师催促的工人们手脚麻利点。此时魏方士又来视察了，见大桥还没完工，他怒斥了工程师：“啊，什么？还有一个大窟窿！”工程师表示马上就要好了，只剩桥上的一个大窟窿了。可此时祭天的队伍已经动身了，工人们打磨的石块太大了，根本塞不进去。唉，别再塞了，快拿起来把它打小一点儿。工程师和魏方士急得直跺脚，要是耽误了祭天大典，任他们有几个脑袋都赔不起。此时酒馆的姑娘翠儿看见那个缺口后，立刻就明白了鲁班的用意。她和母亲赶紧回家把那块石头抬来，经过工程师的丈量，发现石块与缺口完美契合，这下可好了，终于有救了。可此时酒馆老板娘表示，谁要用这个石块，谁就必须得为翠儿准备嫁妆。眼下火烧眉毛了，工程师和方士商量过后立马同意了。最后果然石块正好能填满这个缺口，众人都惊讶不已。而后他们得知这块石头就是前些天那个叫于日的老人打磨的。工程师细想过后，终于反应过来，那位老人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鲁班大师吗？工程师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羞愧，本想表达歉意，却发现鲁班早已离开了这里，前往下一站旅程。他在船上听说江南有个地方即将要建一个宗庙，可却迟迟没听到动工的消息。当地的百姓不惜耗费人力物力，抬来一块朱砂石做亭盖，而后用了半年的时间找到一根黄金木当正梁。当准备好这一切后，负责建盖宗庙的张师傅却犯了难。虽然亭子的4根柱子已经造好，可由于亭盖太重，根本抬不上去，而且作为正梁的黄金木还比其他的柱子短了一截。
老张为此愁得吃不下饭。鲁班得知此事后，一路打听找到了老张家里，谎称自己是路过的，想要寄宿一宿。可此时老张正烦得要死，一开始并不想理他，但当听到对方是同行后，他便将鲁班请了进来。稍后老张的夫人还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款待他。两人在吃饭之间，老张对鲁班说出了工程上的难题，没想到鲁班听后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还问老张家里有酒吗？没办法，来者都是客，老张只好起身上街为鲁班打酒。可当他回到家后，却发现鲁班早已经没了踪影，而桌子上变得一片狼藉，饭菜都被倒了出来。老张媳妇儿气得破口大骂：该死的老头，这好心给他饭吃，你看弄得乱七八糟。可老张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一眼就已经看出了端倪。仔细看过饭菜后，他灵机一动，这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正梁不够长，那就两边都用木鱼衔接起来，亭盖抬不动，就用土把柱子埋起来，亭盖不就可以顺着土坡抬上去了吗？这便是鱼抬梁土推亭的由来。随后老张也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世上能想出此方法的也就只有鲁班师傅了。紧接着他连忙跑出屋外，可屋外却什么人都没有。隔天老张就用鲁班传授的方法，成功的将朱砂亭盖给扣了上去，百姓们都欢呼雀跃。此时鲁班悄悄混进人群，看到工程如约完成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但他并没有现身，而是立刻奔赴北方。这是皇帝斩杀的第7个老师傅，因为他们都造不出9根梁、18根柱、72条脊的角楼。如此苛刻的条件，就连鲁班大师听了都觉得是在故意刁难。正当他焦急地想办法时，刽子手早已手起刀落。同为工程师手艺人，鲁班心痛不已，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而下一个工程师老李，正是刚刚那个老师傅的侄子，他直接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鲁班看穿了他的心事，为了避免老李寻短见，便一路尾随他到了酒馆。老李先是喝了一大碗酒，像是在给自己壮胆，而鲁班则坐在角落处，用手在桌子上画草图。可还不等鲁班画完，老李就径直走了出去。只见他来到一棵大树下，解下腰带，准备了却生命，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妻儿老小，随即他跪在地上，祈求老天保佑他一家人。交代完一切后，老李发现自己的腰带被一个老头拿走了，但他并不知道老头就是鲁班。老李急忙追上前讨要腰带，可鲁班非但不给他，还帮他看起了面相。鲁班表示老李印堂发黑，不久将会大难临头，但眼神不散，还有一线生机。鲁班让老李用3天的时间仔仔细细地琢磨方法，要是还想不出办法，他再把腰带归还，到那时再死也不迟。听了鲁班的话，老李动摇了，心想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他决定试着再想想办法。回到家后，老李开始没日没夜的研究，很快2天就过去了，可是老李依旧没有头绪。再看鲁班这边，他仅仅用了1个通宵就把详细的图纸给画了出来，可是要怎么把图纸交到老李的手里面呢？鲁班来到街上，边逛边想办法，没想到路边蝈蝈的叫声竟让鲁班灵机一动。他走近一看，发现蝈蝈的笼子很像4角楼的样子，心里甚是欢喜。他找到了制作笼子的姑娘，想麻烦她帮忙编织一个角楼。鲁班说出了规格，还特别强调，要是能编织成功，就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姑娘心地善良，一口便答应了下来，还把鲁班请到了家里。在姑娘一家人的帮助下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9梁18柱72脊的4角楼模型就制作好了。鲁班向姑娘一家道谢后，连忙来到老李家门口，将腰带和蝈蝈笼子一并交给了老李的儿子。临走前还不忘嘱咐小孩，让你爹爹仔细地瞧瞧这个蝈蝈笼子。小孩将这2样东西拿进屋，老李看到腰带后顿时心凉了半截，认为自己的死期到了。可儿子却一个劲地让他看看笼子，但此时的老李什么也不想看。最后在儿子的不断催促下，他还是抬起了头，看到笼子的一瞬间，他仿佛是被电击了一般，眼神豁然开朗。他一把夺过笼子，这不就是一个小型的4角楼吗？老李喜出望外，同时他也突然想到了，那个老头正是鲁班大师。随后提着笼子跑出屋外，可却不见对方的身影。老李带着蝈蝈笼子开始指挥工人动工。2个月后，4角楼终于建成，老李也受到了皇帝的嘉奖，从此成为了国内最顶尖的建筑师。鲁班站在人群中看到的这一切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随后又消失在了人群当中。接下来他还会游走于各地，解决建筑师们的各种问题，见证着所有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。